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今天安格斯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株蘭花是一株原生種的蝴蝶蘭，它是非常有名的貝麗娜，但是它的品相呢是屬於一種比較細長型的。那在美國這邊，它的標籤會寫 wild form， 就是野的意思哦。然後在亞洲，像台灣的話呢，我們是稱它叫做火形，因為它看起來就像中文字的火一樣。那這邊呢，這個影片我還有加了一些其他當時跟它一起有開花重疊時間的其他一些原生種或近原生種的這個影片記錄。那他們每一個蘭花我都會在做影片個別分享一些比較深入的細節啊，但是這個影片的中後半段呢，你會看到很多的影片片段是我當時不同時期來為他們就是做拍攝來做記錄這樣子。那這邊是這株蘭花1個半月之後，它還是持續的在長花苞，然後到最後呢也是都完全有開。貝麗娜這一款品種其實最受大家歡迎的原因哦，就是它的香味。除了說它原生種本身就帶有一點特別的身價，但是呢，它的香味還有續花性呢，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那我貝麗娜呢，除了有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株白化的品種之外，我也有正常的貝麗娜，就是大家看到那種中間會粉粉的，然後跟今天的主角就是一樣，是中間有粉紅色，但是呢，它是形狀比較細長。那我所謂的這種大家比較常看到的貝麗娜，像你看到的這邊，它這種就是屬於它整顆是比較圓潤，沒有那麼細長，花瓣也沒有那麼尖。然後中間還是一樣有粉紅色，然後因為它們是屬於夏季開花的品種哦，所以呢，通常都是在大概晚春夏天它就開始孕育花苞，然後開花。那因為它有續花性，所以如果植株在年紀比較大，它比較成熟的時候呢，它有可能就是在它這整個3到4個月裡面會就是開一陣子，休息一下，然後馬上長花苞又繼續開。我這邊的話，因為在德州天氣比較溫暖一點，陽光比較充足哦，其實它可以一直到大概4個月、4個半月的時間，就是一直大概到9月底。都還有可能看到它最後的1-2朵花，所以那個花期相當的長哦，大概有4個月左右的時間。那當然啦，有續花性的蘭花呢，你就是花後不要把花梗剪掉。那我一般的原則是，除非它花梗出現一些問題，這個以後我也會再做一個影片跟大家分享哦。除非它自己乾掉或出了問題，否則的話呢，不要剪。那乾掉的標準其實就是它開始枯黃，不用等它完全的乾掉，你其實它開始枯黃，你差不多就可以修剪。那這邊又是另外一個影片片段了，這邊是另外一株就是有白色中心，然後大概黃綠色滾邊哦。那這種蘭花我一共有3種不同，但是開出來的品相類似，有機會也會跟大家做這種放在一起的比較。那這邊的這個影片片段呢，是又比之前那個影片片段又過了1-2個星期之後他們的一個狀況。貝麗娜，我其實覺得它是一株，我覺得蠻容易上手，然後沒有太多需要特別精心去照顧的一款原生種。有一些原生種啊，它的確比較有難度，是因為比如說它需要的溫度是反而偏低一點點的，是原生在於那種高山上的。那我們一般來說平地啊，就比較沒有辦法能夠製造那一種低溫或者是早晚溫差的那種區別哦。
那就會比較難讓那些蘭花來開花。但是貝麗娜它是屬於一款就是真的是溫度高濕的那一種環境出來的原生種，所以我發現就是其實它接受溫度的這個範圍蠻廣的。那一般來說我這邊呢其實就是室內溫度把它控制在比如說不要高過78度攝氏度我覺得它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能夠持續開花。那我給它的養分呢，其實只有25%的濃度，每周給。那月底的時候呢，會用清水去把它整個盆做浸泡，然後等於是沖洗介質啦，沖洗介質，然後溶解掉多餘殘留下來的鹽分然後等於是做一個重新歸零的動作，然後把它泡濕泡好冲掉之後，我下一次的給水周期就會再重新給一次1/4杯水量，然後含有1/4或25%濃度肥料這樣的溶液，所以很好養我當時第一顆貝麗娜買下來也是怕怕的，覺得好像很容易會把它養死但是後來養到後來發現真的非常容易。所以如果你是新認識蘭花的朋友啊，貝麗娜比如說在台灣好像200塊250應該就蠻能夠容易買到，所以可以試試看。然後它的白化或者是火型的或正常或者是不同品相中間粉紅的或者是淡紫色的它們的養護都一樣，沒有因為它品種不同，然後可能有太多那種需要做不一樣的操作的地方。然後最後呢，就提供一個跟蘭花相關的一個我自己學到的操作技巧。當你在換盆的時候你会看到有些蘭友他會做一些換盆影片，有些人有戴手套，有些人沒有戴手套。那個除了說是怕手沾到一些比如說杯內裡面的霉菌或是等等就是隔離作用之外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我最近發現的，那你們聽聽就好，當做參考。我們最近手機大家不是都可能用指紋辨識嗎？但是如果你在換戒指的過程中那比如說是樹皮它如果比較粗糙，或者是一些无机戒指或火山熔岩那種比较粗糙，它會把你手上的指紋暫時的就是會做到一些會劃破，你可能不會感到痛，但是呢你手上的指紋可能有時候呢在做指紋辨識的時候，可能是手機，可能是门，或者是等等等可能就會比較不那麼的靈敏。所以呢如果你有用這些高科技的產品我建議你換盆的時候戴上手套，這樣子呢就比較不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謝謝您的觀賞，我們下次再見。